其实革命事业的汇流就奠定了孙中山作为整个革命领导人无可置疑的地位啊。华兴会绝大部分都是拿满清政府公费到日本反满清政府的一群人。宋教仁曾经短暂的回到武昌，建立了科学补习所，其实就是做洗脑工作了。我先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讲，到了日本，其实读书并没有那么重要，跟我们去搞革命比较重要。光复会家庭环境都相当好，满清政府把他们的公费断绝，他们也不怕。光复会的首任会长蔡元培他不需要对满清政府抱有任何的想法。我们光复会未来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章太炎这个极端的汉族本位主义者，所以你们这些满洲人如果真有良心的话，会到关外去汉满之间还可以继续保持亲善的关系。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这三个人就成为孙中山兴中会三小强。1904年的年底，孙中山公开主张各革命团体最好能够早日合并，中国革命进入到新的阶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谈我们的历史讲堂师徒师明系列啊。最近呢我们在谈革命派的发展啊。那上一讲呢我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日本留学生的大增呢，导致了整个当时在东京为首的日本地区啊，形成了一股非常庞大而且年轻具有活力、身负改革思想的年轻人，而这些当中不少变成了革命派。那为什么会变成革命派呢？当然有众多的原因啦。而这个革命派当中呢，就慢慢形成了各个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其中又以2个团体啊非常知名，而且也成为后来的革命骨干啊，就是光复会跟华兴会啊。另外呢，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来了，这是谁呢？这就是孙中山，他也来到了日本啊，进一步的把整个在日本的革命呢给拧成了一股绳，而形成了一个对于清朝悬在他的这个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啊。这一支剑一落下，最终呢清朝就在革命当中呢倒数计时了。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革命的一个状况啊？到底这些革命的组织在凝结成为一股同盟会之前，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在这个勃勃生机、万物锦发的世界，到底这些留学生又在做些什么呢？那当然讲到历史啊，我们来欢迎一下呢我们的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是学长，上讲我们谈到有大量的留学生跑到日本去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张照片这个是清末的时候，当然具体时间不明东京师范速成学校毕业生那我们看到后面呢是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还有清廷的黄龙旗你们可以看到这图面的右侧这一侧。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们当时都还结着辫子所以可以看到这应该是刚刚去到日本的一个状况好，那当然这个时期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时候在日本呢是越来越多留学生以东京为首，在上一讲我们其实也聊了蛮多的可是这个时候有2大重要的革命团体其中一个呢叫做光复会我们今天是不是从光复会的成立我们来聊一下呢？我们上次差不多讲了一下华兴会，那华兴会其实我们看主要的领导人像黄兴这些人，基本上是以两湖地区的小知识分子以及当地的知识分子家庭或者是中小型的地主家庭里面的子女为主他们相同点都是说要进行革命但是有一点非常不一样，就是有一群出身更好、家庭环境更好，而且他们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非常古朴的汉族本位主义的一群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也居到东京而且基本上是以浙江地区为主要的一个来源。这个团体就是光复会稍微讲一下，各位为什么浙江人这时候这么多人会搞革命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光复会是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的革命团体当中声势最大，而且里面的成员的平均数值是最高，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他们大部分家庭环境都相当好，所以他们在日本可以过相当优渥的生活甚至于满清政府把他们的公费断绝，他们也不怕，没关系，我家还有钱，在日本照样读书，转一个学而已，没有问题。那这群人怎么会到了日本，而且有那么大的一个势力？我想要从2个根源开始讲起首先第一个，浙江地区其实一直以来从南宋以后江南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就是今天浙江的北部到江苏的南部的一部分，这一带就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那这个地区随着科举考试的原因，所以这个地区他们的人才也就特别多尤其是到了南宋之后，所谓的浙东学派兴起
我们知道南宋像朱熹这些人来南方讲学嘛，那他们就把他们很重要的理学的思想也带到这里来。告诉各位，浙东学派到了明朝之后结成一个很重要的团体。前面我们讲明代的时候也讲过，很厉害的一个团体叫东林党、东林书院成为当时整个官僚集团里面集体意识最强的一群人那除了他们跟官府既合作又对抗之外，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民族意识特别强，这展现在浙东学派在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身上。他们的著作当然非常有名顾炎武《日之录》，对不对？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我告诉各位，这些著作中心思想都是在讲夷夏之变。这些人他们望重士林之外，他们的弟子也非常多，继承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夷夏之变。什么是夷夏之变呢？就是必须要坚持中国本位文化。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讲白了就是2点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宋明理学的传统；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跟胡人的朝廷加以妥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后来等到清朝的统治稳定之后，还是在江浙这一带屡兴大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雍正时期的江南奏销案，对不对？一次把100多家太湖地区这些富户全部都清算。但是因为是科举社会，再加上这个地区的经济最发达，所以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地区还是一样很快就恢复它原先的盛况手工业也最发达嘛，农业也最发达，就在这一带。所以有经济原因又有学术背景，所以在这一带的人才当然也就特别多我们知道到了五口通商之后，宁波跟上海都是当时通商的重点，尤其是上海。当时在上海很活跃的一股人，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宁波帮嘛，对不对？宁波商人很多就在上海一带发家致富我们知道上海是当时十里洋场，也是中国对外最重要的一个门户，所以很自然的，等到庚子事变之后，留学生的热潮之一就是从这里开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先生，他是南洋大臣嘛，对，也很致力于南洋通商大臣，把他统治地区用各种的管道把他们送到国外去读书，那主要就是去日本这是第一个重要。第二个传统是什么？各位，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在江浙地区的黑社会也非常的发达其实也不矛盾。我告诉各位为什么，同样是抗官的传统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青帮嘛各位如果看近代的小说，常常谈到青帮主要就是以上海为中心当然他们各省的人都有，但是到了上海之后都讲上海话以上海为中心，他们掌控了中国的交通、工业生产另外还有码头上面的人力资源都是由他们所掌控其实我告诉各位，青帮的来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说青帮就是洪门的分支，江浙地区的青帮就叫洪门另外一种看法是认为青帮来自于盐销，走私私盐各位，古代盐是专卖的，各位知道吗？盐不是你想卖就卖，因为盐是战略资源嘛，它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那有些人就卖私盐，这也等于是公开跟政府挑战。各位有句俗话，各位一定听过，叫做赔本生意没人干，杀头生意有人做，对不对？那个杀头生意指的就是卖私盐，一般人都不太晓得杀头生意指的是什么，就是卖私盐，就抓到要杀头的所以青帮的力量也非常强大。随着我们讲上海开户之后，青帮掌握了许许多多的机会，他们在上海也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势力所以各位你看，有学者有黑道，这些人后来在庚子事变之后，许多都用各种管道跟名义，他们也到了日本，他们的眼界也就开放。照道理讲，浙东学派这些人应该是最保守的，对不对？因为他们主张华夷之辩嘛。但是他们到了国外之后，尤其是到日本之后他们在日本接触的西方先进文化也是二手的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都有一些新的体会跟看法。他们了解到中国的落后也了解到过去那种华夷之辩必须要有所更张，不是放弃就是要有一些新的成分加进来。所以自然而然，这些人在日本就形成了一股新的集体意识。在几个重要的人物的带领之下，他们就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团体，就是所谓的光复会。光复会号称是1904年10月所成立的但是实际上一般认为大概1902年、03年左右就已经在酝酿。各位你看时间相当早甚至还比华兴会要早一点一开始的时候，几个重要的领导人像蒋遵轨曹成章、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章太炎稍微晚一点，但他后来非常的重要这些人后来在1904年的10月发起了光复会就在日本的东京正式成立我们看一下他这几个重要领导人。首先来看一下章太炎。哇，章太炎是晚清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
章太炎他基本上是出生在浙江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们家有医学跟科举双重的传承各位这不容易有人算过了，章太炎家族进士跟举人加起来就超过100人，在明清2代。你可以知道他们家是何等的显赫，所以他们家藏书非常丰富章太炎小时候就受过很好的教育，本身也很聪明好学根据他自己讲，他在1890年之后，他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落后跟当时中国潜伏的危机所以他启蒙的时间也相当早。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倾向于戊戌变法，跟强学会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联络康梁当时也很欣赏他，也认为这个人非常的有才华。后来因为他支持戊戌变法，在1898年他就亡命到海外。各位你知道他离开大陆第一站去哪里吗？告诉各位，他去台湾。台湾当然是日本所统治因为他本身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一党，所以当时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对他也睁只眼闭只眼。对，但其实他已经被通缉了，因为日本人支持康梁嘛。对，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日本是有意收留中国这些造反派，对不对？尽管满清政府不断抗议，日本也从来没有认真取缔过这些人他曾经加入过台湾日日新报在台湾日日新报这段期间，一方面观察台湾跟日本社会的一些变化，二方面他也发现到一件事如果中国未来要有所改变，那日本就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对象，所以他在台湾这段时间，他就开始下定决心，他必须要到日本本土去学习新文化。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轨迹。各位，其实这个轨迹跟孙中山轨迹也不是完全不同。孙中山跟康有为就受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的启发，章太炎就受到日本殖民地台湾的启发所以他大概在1899年的夏天，他就到达了东京一方面他先见到了梁启超，另外他也听说了孙中山的革命。他大概在1900年之后，他的思想就逐渐改变，因为这一年发生义和团事变他发现满清政府已经无可救药了他认为中国非常的动乱，如果不把满清政府推翻，中国就有可能被瓜分。他大概在1900年之后，虽然他跟变法派的严复、康有为、唐才常、汪康年这些人也有联络但他基本上就逐渐倾向于革命。1901年的时候，章太炎曾经一度潜伏回大陆1902年2月的时候，他再度从上海又逃到了日本。1902年到了日本之后，一方面梁启超办的报跟他的观念已经有点渐行渐远，二方面很重要一点是他正式认识到了一个人，就是孙中山。据说跟孙中山一见如故，是在孙中山他自己的著作里面有讲，他非常高兴。孙中山认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在国学的造诣方面可以跟康梁对抗这样的一个人1903年他虽然人到日本但是他后来因为帮当时在上海的周荣所办的一个革命军写稿周荣等人被逮捕，章太炎也被逮捕，被逮捕之后他入狱3年后来在1906年的时候，章太炎正式出狱。我们看这一次就让他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去好好的留学所以他在1906年的时候他就到达东京他到了东京，这时候我们知道光复会已经成立了，因为还有同盟会，这时候也已经成立。章太炎的主张跟其他的革命党来比的话，他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个极端的汉族本位主义者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有不同的考证时间，有人认为是1908年，有人认为是1909年他当时写信给满清政府里面比较倾向于改革的一位亲王就肃亲王善祺还保持通信他当时还尊称善祺为贤王。他告诉善祺，他认为说满汉之间本来就不是一家，所以他认为未来新的中国成立之后只需要汉地18行省，简单讲就是明代的疆域就可以了。其他的地区，他当时鼓励善祺说，你们这些满洲人如果真有良心的话，会到关外去在满蒙另建一国，那汉满之间还可以继续保持亲善的关系。这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先进的思想，但是从这边侧面反映出来，就是当时革命党对未来新中国的面貌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彼此主张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这是章太炎很重要的一点除了章太炎之外，另外一位也是学术泰斗。各位看到没有？光复会都是学术泰斗。另外一个学术泰斗就是大名鼎鼎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是浙江诸暨人，也是非常有名的。我告诉各位，蔡元培幼年时期就是以神童著称在地方上号称过目不忘。近代有许多中国人都号称是学贯中西，对不对？我可以告诉各位，真正学贯中西的其实没有几个。学贯中西中的学贯中西，是的，就是蔡元培蔡元培25岁中进士1甲各位，而且他当时就立刻被钦点为
翰林院庶吉士。各位，如果他就是走传统科举这条道路的话，那他前途大好。但是他并不甘于此哈。蔡元培幼年时期也是受到浙东学派的熏陶，据说他非常喜欢读顾炎武的书，《日之路》哈，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的夷夏之变这一思想是非常强烈啊。后来到了1894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甲午战争爆发，然后隔年签了马关条约哈，这一件事情就让蔡元培非常的难过，他认为满清政府其实已经无望了哈。蔡元培甚至于直接就跳过了维新变法这个看法，他认为变法救不了满清，他也不认为满清可以变法，所以他就在1895年的时候直接辞官。他在1896年先到上海，在上海他先稍微接触一下当时西方的思想著作哈，尤其他非常喜欢读西方的社会学，尤其是法国大革命跟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的演变，让蔡元培深深着迷。他在1898年时就提出，中国社会如果未来要发展，要教育改革来根本改造人心，否则即使未来一个新的中国创建，基础也不会稳固，而且也不会有一个好的中国社会在背后来支撑这个新国家。后来1898年我们知道发生了历史上所谓戊戌政变，他的一个好朋友谭嗣同被杀害了，他当时就非常的痛苦跟难过。后来他就在1900年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辞去了所有他在上海职务。后来他就在1902年就到了日本，他在日本一方面读书，二方面他就跟章太炎在日本发起的叫做中国教育学会。我们知道1904年因为发生了日俄战争嘛，当时很多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就组成抗俄义勇队，蔡元培一度也参加抗俄义勇队。在1904年的11月，他就结识了曹成章等人，就在1904年11月建立了光复会。光复会的首任会长就是我们刚刚讲蔡元培，而且他当时在光复会担任会长的时候，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光复会未来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那这个共和国必须从根本上，从学术上、教育上、思想上、社会上来根本的改造国家。而且他当时很明白就告诉所有的同志，不需要对满清政府抱有任何的想法，我们就是致力于在日本结合同志，然后发展革命。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出自青帮的陶成章。陶成章跟前面两位比较不一样，他没有什么功名，他也没有太多在文坛上的这样一个名气。他主要是什么呢？各位，他本来是一个读私塾出身的一个人，据说他的文章诗词还不错，所以他也在私塾当过一段时间的塾师。陶成章早年的历史并没有那么清楚，不过有2点可以确定。首先第一个，他家境应该还不错，因为他始终都在致力于教育各方面，而且他一直以来有点像我们讲好任侠。各位，他曾经资助过很多的朋友。根据后来民国之后许多人考证一般认为陶成章很可能就在浙江跟上海这一带开私塾教学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青帮。加入青帮之后，他就跟许多的江湖人物可以说是共谋大事。陶成章很早就已经有推翻满清的言论，在1901年人还没有到日本之前，他就已经有推翻满清的言论。1902年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读过很多种不同的学校，我看也是跟黄兴一样，到处跑来跑去，可能也没有好好读书。志在革命，不在念书啊。他读过体育学校、师范学校、法政学校，他也想要读军校，可是他进不去。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结交各种三教九流的朋友。后来1902年的时候，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有短暂的回国的一小段时间。各位，光复会这3个字可能就是陶成章先提出来的。他应该在1903年他就提出光复会，后来1904年他又到了日本，然后到了日本之后，他把名称就继续用在团结所有浙江人这样的一个革命团体当中，而且这个会的名字也被蔡元培等人所认同。我告诉各位，陶成章的加入光复会或者说他参加光复会的成立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使得青帮，各位，青帮在当时江浙地区，尤其上海的中国社会基层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可以号召许多的兄弟。他组建了光复会之后，根据章太炎后来的回忆，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从此之后可以在国内发展地下组织，聚集帮众，未来可以在华中地区发动革命。各位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兴中会，孙中山始终钟情于广东，对不对？光复会最早提出中区革命主张。什么是中区革命？要在长江流域发动
革命起义啊。他认为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才有搞头，因为可以一举取得中国社会经济最繁荣地区的控制权啊，还比较有意义。到底要在哪里发动起义比较适合？这个以后我们讲到革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另外，光复会还有一些重要的人啊，像徐锡麟、像秋瑾啊，这些人都是光复会很重要的人。我可以告诉各位啊，孙中山在1902年左右就跟这些光复会的人大家都认识了。因为孙中山到了日本，我们知道他很兴奋，发现日本有这么多人才可以用，对不对？但光复会这些人不见得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纯粹就是抗官反清，然后有学术跟社会基础的人啊。那孙中山接触到章太炎跟蔡元培之后，他是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为什么呢？可以告诉各位，康有为跟梁启超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孙中山一件事，就孙中山你根本不懂中国的学术思想。甚至于他们认为南洋这些华侨啦、广东这些会党啦，你们懂什么？你们这些都是流氓，对不对？不读书的。孙中山终于在日本捡到2座大炮，就是章太炎跟蔡元培这2个人的中学或者你说汉学程度，绝对不在康有为之下哈。反正总之，革命党有的学贯中西的浙江人加入到革命阵营，另外就是以青帮陶成章为首的中国社会的这些底层的帮会也加入到中国革命的阵营里面来，这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心血的灌入。孙中山就是认识光复会这些人之后，他就有一个想法，我要怎么样把这几股力量拧成一条绳子嘛，所以也才有1905年同盟会的诞生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大家会发现光复会的实力是很强的，他们有钱有人嘛，对，有钱有人，有思想，有战力，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一讲开头为什么用光复会来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当然呢，除了光复会之外，另外一个比较直朴的团体呢是谁呢？是华兴会上一讲我们有谈到了黄兴先生嘛，那黄先生当然他的故事是非常精彩。不过华兴会的成立背景我们倒是要好好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它这跟光复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脉络所以这2个不同的背景脉络最后可以顺理成章的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厉害的。像关于华兴会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脉络的形成呢？好，华兴会大概有2点我们注意了。首先，华兴会都是青年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拿满清政府公费到日本留学，然后反满清政府的一群人。我们可以这样讲那像我们当时讲过的，黄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他们到日本读各种学校都有了，法政学校、师范学校，但也有一些去读陆军的像我们上次有讲过日本士官学校。其中有一个人，其实后来在华兴会里面，除了黄兴之外，他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谁呢？就是宋教仁先生宋教仁有段时间他是华兴会的秘书长，后来等到同盟会成立，宋教仁就成为除了黄兴之外两湖地区革命人士的领导人，我们可以这样讲。各位，这时候宋教仁才20出头稍微讲一下，宋教仁是很典型的模范生，他很早就中了秀才。各位，这时候到日本留学的很多人都是秀才，为什么呢？因为各位，20世纪初的时候，科举已经走到末端了那对这一些有相当程度中国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继续考科举已经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他们一定要找一条新的出路。那对这些小知识分子、这些秀才来讲，大概2条路最好。第一个就是到未来的新学校教书嘛，对不对？所以到日本读师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去干嘛？读军校，年轻一点去读军校。军校当时出路不错，尤其在日本读的军校，甚至于在国内读军校出路都不错宋教仁也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1902年的时候，宋教仁就到武昌去投考，当时有一个新的学校叫做文华书院。没有多久他就在武汉认识了几个人，包括后来到日本去读军校的湖北人吴禄贞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黄兴不久之后，黄兴就离开了武商，然后宋教仁先短暂的回到了湖南在湖南的长沙、常德一带做各种的认识跟联络的工作。后来辛亥革命之后，宋教仁他自己有讲，他在文华书院读书期间认识了黄兴之后，他就开始有了革命的思想。他就认为满清政府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他认为中国迟早要灭亡，如果你不把满清朝廷替换掉的话。他在1903年的年初就在日本开始主张湖南人要有自己的革命团体，所以他当时找了2个重要的人，一个叫陈天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张世钊。他们就在1903年的11月成立所谓的华兴会宋教仁曾经在华兴会成立之后，又短暂的回到武昌，他建立了一个秘密学校，叫科学补习所。这科学补习所干嘛？就是告诉
所有两湖地区想要到日本留学的人，先来这边做学前教育，其实就是做洗脑工作了。就是你到日本去之前，我先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讲，到了日本其实读书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要跟我们去搞革命比较重要。这些革命党够厉害哈。对，尤其讽刺的是，这些人都拿了满清政府的奖学金啊，各位。是谁送他出去的呢？张之洞啊，这个时候主要是张老先生送他出去的啊。接着拿了政府的奖学金就到日本去，然后从事反清的运动啊，而且发展的很快。宋教仁据说口才文笔都很好，而且宋教仁是一个美男子啊，大家看照片就知道了。对，相貌堂堂哦。宋教仁甚至说服了他的父母亲变卖了一部分的土地跟房产到日本，作为华兴会发展的主要的经费来源哈。我们知道，其实他接触孙中山的时间相对晚一点，一般认为就是他在华兴会成立之后，1903年底04年初就见到孙中山。一开始他跟孙中山之间许多意见也没有那么样的符合。简单说，光复会跟华兴会和孙中山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歧，除了革命主张有一些不同之外，最重要一点是孙中山主张革命的势力要大团结，必须要组合成单一的革命势力。那一开始宋教仁，另外还有早期的章太炎认为，我们在各地都搞革命，分进合集反而比较好，所以双方是有一些差距的。不过我们知道孙中山一方面他的号召力比较强嘛，二方面是孙中山他是真的搞过武装革命。你们这些人天天说要武装革命，有哪个人搞过吗？没有吧？对不对？只有他真的搞了。一般的看法是他大概到1905年的年初啊，他就跟孙中山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逐渐就开始投到孙中山的门下啊。不过后来宋教仁跟章太炎之间也有一些看法上的不同啊。宋教仁他后来有公开写过文章，他认为章太炎太保守，章太炎还是传统的那种改朝换代式的革命理想。各位请注意4个字改朝换代。他认为就是满清的朝代要结束，汉人的朝代要出来。这一点让宋教仁对章太炎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过各位，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从2方面来看。首先第一个，宋教仁跟章太炎两个人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宋教仁他虽然早期也中国秀才，但是他受西学影响比较大。那章太炎纯粹他就是从中学为本为出发，逐渐在台湾跟日本逐渐吸收到一些西学的养分，所以会有一些不同，没有错。不过这边就凸显一件事啊，如果说华兴会跟光复会有阶级上、看法上、主张上、出身地域上不同，那就必须要有人出来统合，把这些革命力量统合在一起，这很重要，这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就到了1905年之后，虽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逐渐革命党在东京的革命党慢慢就有一个看法了就是我们大家要团结，否则的话很难成大事。这就是同盟会后来能够应运而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OK，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知识分子都汇聚在东京，日本帝国是当时整个亚洲的最人文荟萃的地方，这也导致了在那个时代就是有非常多所谓的哈日族但其实这个哈日族是有点酷手啦，你不能说他是真正的哈日，他们是借重了日本经验，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人物作为中国的一个借鉴这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是很难。那你可以想想啦，就说当然日本就是像是一个先创账号的玩家嘛，中国就是后创账号的玩家嘛。日本掏的攻略是对的那中国看到的攻略呢不是很正确，再加上中国当时操纵的人叫做慈禧太后。不过话说回来讲一下华兴会这个背景因为其实从刚才学长的叙述，你已经可以发生到湖南人有自己的思考脉络刚才除了讲到张之洞老先生，我刚才觉得他脑洞大概想破了，也没想到他送这么多湖南子弟出国结果通通回来反他自己但其实这里有个脉络，湖南人是比较质朴的，然后它的整个社会构成，第一个湖南是内陆吧，其实不止湖南还包括湖北了古代这里叫做湖广地区嘛，所以在这个两湖地区，它是一个盆地地形，它本来就比较封闭。另外这里的小字跟农多，所以这里的人你看宋教仁要出国要搞大事的时候，他家里要卖田。可是你不会看到章太炎需要卖什么田，因为他家真的很有钱，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异，所以也导致他们思想不一样。你会发现湖南人的战斗力还蛮高的而且他们愿意为了革命而献血牺牲。而光复会你会发现，它其实主要就是在笔战上面非常给力当然他们也有像青帮这种比较凶狠的角色但大体来说，这为什么到了民国之后，黄兴会成为革命当中一个比较属于武装力量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这样来的对，所以我这边把几个湖南名人列出来，你一列你就看懂了嘛对，抛头颅洒热
热血的谭嗣同，更别说更早无香不成军的曾国藩。对，那这个是不是就团练啊、乡勇啊？再来的张之洞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他主政湖广地区非常的久，都在那边，而且是南方士林的领袖。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啦，就是对比于江浙的开放，再加上深厚的国学，江浙有一种矛盾性，它既是一个开富的地方，但是因为这里又非常的富有，所以呢，他们又有一个比较相对对国学啊、文化的这个精华的集中带。因为我们知道江浙是科举最强的地方，没有人考得过他们，对，太夸张了。所以这里的时候，湖南的这样做。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哦，这湖广地区在整个太平天国破坏比较小，最惨烈的是隔壁的赣，就是江西。对，所以它刚好有一个性质，相对比较质朴、比较农民，然后相对比较年轻，然后就出洋去留学，是这样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到了民国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哦。这边也给大家补充。所以你会发现哦，所谓兴中会就是以工人士为主，他们就是华侨属性很强。然后光复会的话呢，是以所谓的江浙地区的官绅家庭为主哈。对，没错。明代之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基本上这边又官又绅哈，反正他们都是非常的富裕家庭、官绅家庭，然后再加上一些青帮。然后湖广地区呢，它就比较质朴，它就是以农民家庭为主。对，这是3个不一样的哈，大家就理解这个差异了哈。当然了，这个我们要继续讲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孙中山的重要性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孙中山的特点就出现了。第一个，孙中山是唯一真正玩过革命的一级玩家哦，这不能开玩笑。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些在日本的留学生会这么的对孙中山慢慢的变成服气？因为讲真的，他真的打过革命嘛？好，比如说我们讲惠州起义。第二个哦，他具有国际的巨星级知名度，所以其实对孙中山来讲，他的工作就很清晰了。他获得了这些人资源，那他准备要来整建他新的，就我们刚才讲的同盟会，准备要来成立。不过在整建同盟会之前呢，其实孙中山在日本这几年，除了跟不同省份的人交流之外，他事实上呢，他也收了一些新血啊，加入他的兴中会。因为我们知道惠州起义之后呢，兴中会基本上会务啊，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状态啊，因为真的是牺牲太重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招了几个人啊，哈，叫做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我们老广啊，也是有人来日本留学的，不要看不起我们了。是的，没错啊。好，直接讲一下哈，广东其实一直以来它的风气就相对比较开放啦。其实它在开放的程度上，比起浙江并不逊色嘛。二方面就是刚刚学弟讲，它是侨乡，只有一些小知识分子，像些得到秀才功名，或者过去以来受过旧学熏陶的一些小知识分子，也在1902年、03年之后啊，从广东有些公费、有些自费都有陆续抵达日本读书。读什么呢？法政学校，另外也有读师范学校，但法政学校比较多哈，所以民国时期很多律师都是广东人，而且大部分是留日的哈，原因就在这边，因为他们很多到日本去读法律哈。这样的背景，其中以3个广东的后起之秀最重要，汪兆铭就是我们后来说他的汪精卫哈，另外就是胡汉民、廖仲恺这3个人，这3个人有考证过了，他们在国内的话，可能彼此有听说过，但是也没有很深的渊源。他们在1902年左右也是到东京去读书哈，他们也陆续进入到各种不同的学校。他们到了东京读书的这个刚好就是孙中山到了日本的时候啊，孙中山很早就发现到一件事，就是当时中国的留学生群体里面省级的壁野非常的分明，对，我们可以这样讲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些广东的留学生当时在东京欠缺属于他们自己的革命环境，这对孙中山来讲就是个机会啦。他就可以开始陆续吸收许多的广东的年轻新锐啊，加入到他的兴中会麾下。这个时候兴中会还存在啦，不过这时候兴中会比较像孙中山的个人会一样，就是你愿意加入的话，就是跟着孙中山，就等于是这样。所以他到了东京之后，他就开始吸收广东的新血，吸收不少人哈。有人算过啦，大概1903年、04年，陆陆续续哈加入兴中会，或者是跟在孙中山身边各种刊物，像我们刚讲《民报》这些，过去国民党党史会有做过研究，大概广东人也不下200人，其实也相当多了哈。画面上这3个人都是广东人，也都是过去受过旧学的熏陶教育的哈。比如说像汪精卫，汪精卫也是秀才，廖仲恺比较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是读新式学堂，在国内就有了一些新式学堂的基础哈。胡汉民介于2者之间，胡汉民小时候也是读私塾出身啊。还有补充一点，这3个都是出身自中等家庭，他们也大概都是1902年到03年左右哈到达日本，而且他们很快就认识孙中山，然后孙中山对他们3个人相当赏，后来这3个人就成为孙中山身旁非常得力的干部。像一般就讲说啊，孙中山的秘书是汪精卫啊，这个说法不能说错啦。汪精卫的确像他，但当过孙中山秘书的人很多。我告诉各位，廖仲恺这个时候的重要性不在汪精卫之下。孙中山非常欣赏廖仲恺，因为廖仲恺在
国内的时候读过新式学堂，他英语有基础啊，所以孙中山很倚重他哦。后来到北美许多活动都是叫廖仲恺去，因为他会英文嘛。另外还有一个人文笔非常的好，就是胡汉民。胡汉民这个人敢冲敢干哦，一向以这敢做敢当著称，也让孙中山非常的欣赏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才貌双全的汪兆铭啊，对不对？我告诉各位，胡适在日记讲过，各位有兴趣翻胡适日记，他说如果我是女人，我也会爱上汪兆铭，因为他的眼睛会勾人神魄哈。极品帅哥汪兆铭啊，汪兆铭口才非常好。到了后来，几乎所有的同盟会的街头演讲的要角就是汪兆铭。可惜当时在日本读书的女生不多哈，否则汪兆铭应该吸收女同志应该是蛮厉害的啊。所以你看这三个人，一个擅长组织，一个擅长文笔，一个擅长宣传，所以这三个人就成为孙中山身旁很重要的兴中会三小强，对不对这个对孙中山来讲，其实他02年到日本之后，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人才上大有收获。他等于接触到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群体，就是留日学生这一群。那在留日学生群体里面找到了他所想要的各种的人才，那也丰富了整个革命阵容未来能够从事革命的实力，这对孙中山来讲当然是很大的收获了。所以其实有人考证过了，大概1904年的年底12月左右，孙中山当时就公开主张各革命团体最好能够早日合并啊，结成一个新的团体。但这个团体，孙中山当时的讲法是，他也不反对过去的这些旧的革命团体仍保持一定的组织力，就是你可以加入没有错，但你原先的革命团体不会解散。所以这就是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由来。那我们可以说，到了1904年、05年，随着革命团体逐渐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那中国革命也即将进入到一个最新的阶段。各位请注意这个时间哦，04年、05年，日俄战争要结束了，对不对？南京政府正在加紧立宪，所以我们可以说两条路线在竞赛，对不对？立宪跟革命正在处在一个竞争竞赛的状态。那鹿死谁手，我们很快几年后就知道了。好 ，OK， 是，其实从革命同盟会这一张经典图像，这个是国民党党史馆里面所藏的嘛，哈，你可以看到哈，三会的老大好了混在一起啊，兴中会的孙中山嘛，哈，在我们的右侧，在他左手边的是黄兴，你可以看他穿着那个身份外套的嘛，另外一边那个就是蔡元培嘛，对，没错。刚才我们这个画面大家看一下，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穿着和服的大汉？这个是谁呢？我们这个已经之前介绍过几次啊，宫崎滔天哈，宫崎营长先生哈，很特别哦，他是孙中山的铁杆，他在1897年的时候就认识孙中山，一认识不要紧啊，哇，太欣赏他了。大家还记得？没错。当时有所谓的日本人为革命而奉献牺牲嘛，哈，那宫崎先生呢就是其中一位啊。当然他比较幸运的哈，他并没有在革命当中阵亡。那他在当时呢，因为满清政府啊经常性的派人要来暗杀孙中山啊，相较于梁启超，主要是日本官方直接保护他啊，因为当时日本官方有一股维新的力量，希望中国有一个进步的力量，而这个进步力量是改革满清的一个朝廷。因为讲白了，毕竟日本啊，它依然维持是帝国制度啊。对，帝国对帝国有种天然倾向上的同情啊，他希望它变成一个相对比较进步的帝国啊，所以立宪派事实上在日本是获得比较好的待遇跟接待。官方比较喜欢立宪派，还有一点就立宪派不闹事啊。对啊，你讲白了嘛，你如果搞共和的话，那日本要不要共和啊？对啊，大逆不道啊！对日本来讲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是哈，就是历史就是这样，它是纠葛的，它非常非常纠葛哈，就是拧成麻绳这样。但是总有一些人就非常的体孙中山，就是其实我们讲到现在，大家还疑难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不是不断提到孙中山这个个人属性啊，他天赋异禀之处，就是到哪里他就总是会成为众人的焦点嘛，然后大家就会听他讲话，娓娓道来啊。那这次同盟会的成立，当然这个是后话，但是能够把这么多人召集在一起啊，然后包括连日本人都来参加啊，你可以看到说革命的力量已经汇流成河了，只是当然在此时此刻还没有办法在实力跟整体的规格上面跟日本的立宪派啊，就是跟梁启超来硬刚啊，哈，毕竟梁启超成名的更早嘛，哈，这一点呢是大家要了解到了。可是刚好这个时候日本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啊，因为这时候日俄战争正在打嘛，哈，所以日本呢就成为整个亚洲的大家的聚焦的一个核心嘛。那日本这时候的政策啊，它不是要侵占中国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毕竟中日之间发生非常严重的冲突嘛，所以有那种很大不愉快啊。可是在这个时期呢，第一个，日本主要是防治俄国，
所以他希望扶植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能够壮大起来，也就是所谓大亚洲主义啊。实际上，这时候不只有大亚洲主义啊，在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流行所谓的泛民族主义啊，比如最有名的就是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好像这样。日耳曼主义，没错。好，这些主义，那这些主义都是希望最大化能够团结。那日本呢，因为毕竟大和民族啊，跟比如说朝鲜、跟中国，甚至越南等等的一些国家，所以汉字文化圈嘛，好，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共通的思想。所以的中日同文同种之说，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哈。包括其实我们前面都有一个小细节没讲到，其实到了日本之前的孙中山不能叫他孙中山啊，要叫他孙文啊。对，只是因为我们为了孙逸仙。对，孙逸仙啊，对，但是为了讨论方便，我们都叫他孙中山。不过到了日本之后，所以开始化名中山桥嘛，对，然后后来正式的用了孙中山这样的一个名称啊，好，所以是这样来的。那另外还有一个点是，日本政府当然也有一些青壮派的比较愿意来支持更加先进的革命，因为我们要了解啊，那是谁呢？哈，其实就是所谓的黑龙会啊，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就犬养毅啊，我要不要讲一下犬养毅跟孙中山的故事？我先讲一下黑龙会啦，黑龙会其实是日本也是一个在近代很受争议的一个团体。我们知道黑龙会后来在战后1945年被美国占领军勒令解散，在2008年黑龙会又在日本政府重新登记注册哈。我们要知道黑龙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这过去在许多的小说、电影里面有出现过，对不对？就是一群日本武士然后欺负中国人。我可以告诉各位，一开始的时候黑龙会的团体在1901年由当时的日本陆军的军官头山满啊，以及另外一个也当过军人，叫内田良平等人，在原先的玄阳社的基础之上，在当时东京的横滨码头成立黑龙会。黑龙会的主张有2个，第一个就是防俄。据说黑龙会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要抗拒俄罗斯人渡过黑龙江的意思哈。就日本认为说，俄罗斯人如果渡过黑龙江，征服了整个满洲地区的话，就有可能征服中国。那征服中国就会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明治维新时期的第一假想敌其实是俄罗斯啊，所以当时俄罗斯搞西伯利亚铁路嘛，日本认为西伯利亚铁路搞定了，日本就完蛋了。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是防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泛亚主义。又被称作叫大东亚主义啊。孙中山这时候也被大东亚主义所感染，他在1902年之后到达日本之后，这个时候的大东亚主义严格讲起来还不是说由日本来支配整个亚洲。我们知道大东亚主义它也几经演变，它当然它到了后来，尤其1次大战1920年代之后，逐渐就演变成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不过这时候大东亚主义跟20年代大东亚主义还是有差别的。这时候大东亚主义是扶植亚洲各民族对抗欧洲白种人的殖民。简单讲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大黄种主义，就是对抗白种人的这样的一个同文同种说嘛，是不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由黑龙会这些人最为主张。同种说并不是黑龙会提出来的，但是是由黑龙会这些人极力在提倡的所以黑龙会这些人后来有一些也在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也很好，像日本的陆军、日本的实业界、日本的政界。其中在日本政界当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犬养毅先生犬养毅担任过驻中国的外交官，他也算是一个中国通犬养毅他一生在避免2件事情，第一个，整个亚洲变成欧美白种人的殖民地，就是我们刚刚讲泛亚主义。第二点，在避免中日之间的直接开战犬养毅他是主张中日亲善的当然你可以说他的利益出发点是为了日本好，不过总之他是反对当时日本有一些比较激进派就认为说在中国被欧美瓜分之前，日本也要多瓜分中国的土地，这一点他是相对而言比较反对的大概在日俄战争之后，犬养毅开始跟梁启超关系就很好。我可以告诉各位，黑龙会也支持梁启超，也支持保皇会。他大概在1902年、03年之后才接触到孙中山，然后跟孙中山之间就有蛮好的一个互动那犬养毅就是当时黑龙会里面跟孙中山关系算是最好的一位政治家。对，后来到了战后，就是1918年1次大战结束之后，犬养毅就在日本的政界当中快速窜起，后来还担任过首相他是非常抗拒日本军人在当时日本的政界的势力扩张的。简单讲，有人认为他是明治末年到大正时期所谓的大正民主时期的代表性政治家之一但后来很不幸他死于日本陆军发动的一场政变不过当然这已经是比较后面的事。在20世纪初的时候，犬养毅就成为孙中山很重要的一个盟友。当时孙中山在日本无论是跟政界的人士接触，或者是想要利用日本政府的一些影响力来跟当时在东京地区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有所接触的时候，犬养毅都出钱出力。严格讲起来，黑龙会这时候可以说是同盟会的一个盟友，可以这样讲。但后来就变质了，但这个变质已经是1次大战之后。
OK，好，我想充分解释了一个背景啊，为什么革命会汇聚到东京呢？我想经过这2讲，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中国革命同盟会为什么会成立在一个东京的一个地方。最后我想讲一下，就是说，其实革命是一个汇流，还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作用，就奠定了孙中山作为整个革命的领导人无可置疑的地位啊。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哈，我们等到同盟会成立的时候，我们那一讲，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爬书了哈。为什么华兴会特别支持孙中山哈？但是光复会就跟孙中山就一直处得不太好哈，若即若离。这个就是要好好来解释一下。从今天的背景已经可以猜得1、2了，好吧？那关于同盟会成立之前的2大团体华兴会跟光复会的故事，还有一些革命的次级团体大概。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所以关于呢中国近代这革命的问题其实它是个非常复杂繁复的那大家在历史的爬梳，因为很容易受到现代的影响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奇怪这是跟日本的关系如此千丝万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这大家就很理解了。好，那所以我们不要用太多的当代的有色眼睛去看待当时历史，反而应该从这些历史当中去学习，到底整个东亚地区的民族或国家之间大家的相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这非常有意思好吧？那我们今天知土思明关于2大革命团体的讨论就聊到这里了。最后还是要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呢记得帮我们呢加入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线下的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还有呢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粮草可以继续做下去。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学长。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讲再相见喽，拜拜，拜拜。